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龚俊白衣公卿造型反差感绝了，白衣阳光，黑衣冷酷，灭门血仇设定太带感。近日，正在紧锣密鼓拍摄中的白衣公卿，仅凭几组路透，便已在全网掀起狂潮。焦点中心正是主演龚俊，这一次他似乎要撕下过往角色的标签，为我们呈现一个集阳光、冷酷、隐忍于一体的复杂灵魂叶昭。而他最新曝光的3套造型，更是如同3面棱镜，折射出这个角色从天真到地狱，在从的狱中挣扎求生的完整路径。其帅出新高度的背后，是令人心悸的美强惨设定。帅是龚俊的标签，但在白衣公卿的路透中，这种帅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层次感。第一套造型是属于少年叶昭的，他穿着朴素的粗布白衣，罩着一层灰色背心，高高的马尾利落飞扬，在片场的阳光下，他笑容灿烂，那是一种未经世事打磨的属于江湖少年的纯粹与朝气。网友推测，这应是叶昭在遭遇灭门惨案前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，他的世界还是彩色的。然而，这种阳光越是耀眼，就越反衬出后续命运的残酷。画风突变，第2套造型瞬间将人拉入肃杀的暗夜。龚俊换上了一身黑色的锦衣卫官服，这套服装的精致程度令人啧舌，无论是锦束的腰身，还是袖口与领口的精致暗纹，都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与冰冷。而龚俊的演绎也随之切换，高马尾被束冠取代，他的眼神中再无半分少年笑意，取而代之的是审视，是冷漠，是深不见底的杀气。这就是潜伏者叶昭。为了报灭门之仇，他冒名顶替，化身孟建清，成为了自己最痛恨的仇敌所在的组织锦衣卫的一员。他从光明的少侠堕入了最深的阴影中。如果说前2套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立，那么第3套斗笠装则是行走在灰色地带的隐。他戴着一顶宽大的斗笠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白色的外衣下却衬着一层极为抢眼的宝蓝色底衣。这抹蓝色既像是他未泯的良知，又像是任务中的伪装。他肩上的武器皮套暗示着他锦衣卫的身份，但斗笠又在刻意隐藏。这个造型无疑是他卧底期间隐藏身份、执行血雨刀光任务时的写照。他的眼神平稳，面对挑衅不动声色，隐忍之下是复仇的烈焰在静静燃烧。3套造型，3种人生，龚俊用强大的氛围感瞬间将叶昭这个角色的破碎感与层次感立住了。当然，一部备受期待的大剧绝不可能只有男主的独角戏。白衣公卿的选角同样精准，与龚俊搭档的是实力小花王玉雯，她饰演的女主角阿俏也绝非传统古偶中的傻白甜或恋爱脑。阿俏是一个嫉恶如仇、气质清冷的侠女，她有江湖高人独有的飒爽感。从曝光的造型来看，王玉雯一身明艳的宝蓝色衣裙，袖口点缀着红白相间的精致花纹，头上的发饰亦是同色系，整个人既有少女的灵气，又不失行走江湖的干练。当背负黑暗、冒名顶替的卧底锦衣卫遇上了嫉恶如仇、代表江湖正义的飒爽女侠，这种黑与白的极致碰撞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，让人不禁期待这对强强联合的 CP 将如何在权谋的漩涡中彼此救赎。白衣公卿的野心显然不止于古偶的颜值盛宴。该剧的剧情梗概预示着一个从个人复仇到朝堂权谋的格局跃升。龚俊饰演的叶昭，其最初的动机无比纯粹血债血偿，但锦衣卫这个历史上最神秘、最黑暗的特务机构，本身就是皇权斗争的漩涡中心。当叶昭以为自己是那个猎人时，
他早已成为了各方势力棋盘上的棋子。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灭门真凶，更是来自朝堂的算计、同僚的背叛和无尽的血腥任务。这部剧的核心是看叶昭如何在这场九死一生的卧底游戏中，既要保全自己，又要追寻真相，更要守住本心。他将从一把锋利的复仇之刃，在重重磨砺下，逐渐转变为一把守护正义、守护苍生的使者之剑。这种从小我私怨到大我公义的升华，才是该剧最值得期待的灵魂。提到女主角王玉雯，她近期的霸屏势头也十分强劲，而她最被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其具抛脸式的演技。就在白衣公卿的飒爽女侠造型惊艳众人的同时，她的另一部现代都市剧《舍不得星星》也备受关注。如果说白衣公卿的阿俏是出世的、明艳的、充满江湖气的，那么她在《舍不得星星》中饰演的蒋毅，则是完全相反的，入世的，在现实中挣扎的都市女性。舍不得星星改编自小说《我们住在一起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久别重逢和现实困境的故事。王玉雯饰演的蒋毅是一个在异乡打拼的普通女孩，她曾有着对设计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，但在经历了与前男友周旭、韩东君式的痛苦分手以及社会的残酷捶打后，她变得现实、坚韧，甚至有些刺猬般的防备心。她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为了生活和工作中的鸡毛蒜皮而奔波劳累。这部剧没有金手指，没有霸道总裁，它只是真实的展现了一个沪漂在上海打拼女性可能遇到的所有窘境：工作的不顺、租房的压力、情感的纠葛以及对梦想的妥协。王玉雯在剧中的造型多为职业装或日常便服，妆容清淡，精准地演绎出了角色的疲惫感与不屈感。将《舍不得星星》中的蒋毅与白衣公卿中的阿俏放在一起对比，其反差感是惊人的。一个是深陷柴米油盐、为生活所困的现代打工人，眼神中带着对现实的妥协与疲惫；一个是身处刀光剑影、为正义而战的古代女侠，眼神中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清冷与坚定。王玉雯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她能迅速剥离掉上一个角色的影子，无缝切换到新的人生。这种对不同类型角色的驾驭能力，也让观众对她在白衣公卿中与龚俊的对手戏更加放心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她能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，而非脸谱化的阿俏。说回白衣公卿，这部剧的成功与否，龚俊的演绎至关重要。自《山河令》中温客行一脚封神后，龚俊一直在寻求突破。温客行也是美强惨复仇人设，但他外放、妖冶，甚至带着几分疯批。而在《安乐传》中，他饰演的太子韩烨又是极致的温润、正直与包容。这一次的叶昭则更趋向于隐，他必须收敛起所有的锋芒，将滔天恨意压在冰冷的面具之下。这种潜伏者的设定，对演员的内心戏和演技是极大的考验。他既要有少年时的纯，又要有卧底时的狠，还要有面对女主时的动摇，以及最后成长为使者的韧。如果龚俊能完美拿捏这种转变的层次感，白衣公卿无疑将成为他演艺生涯中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。